北京的大龄剩女不结婚的话，结局真的会很惨吗？前两天有一个女生找到我她说姐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单纯的想感谢一下你，您一直都惦记着我，这都还在给我介绍呢。可是我自己现在的状态真的很不好，我是89年的，今年都35岁了。说实话，我30岁之前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想法。大学毕业呢，我就留在北京了。我家里是外地农村的，所以我成天都在想着怎么在北京努力的赚钱工作。直到家里父母开始催我，我才考虑这个事情。可是那时候我都30岁了，我才相亲。我发现自己的市场很不好，基本上相过的男生，要么就是我喜欢的人家看不上我，要么就是喜欢我的呢，我又看不上人家。于是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这辈子我干脆不结婚了，自己一个人过吧。我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，没有人会喜欢我的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但是事业做的也很一般，存款呢有一点点，但也不足以可以在北京买房买车。长相呢又很普通，年龄又这么大了，我是如此的失败啊！我的一个闺蜜跟我一样大，她跟我的情况很像。上半年的时候，她父母相继离世了，她的父母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，她把自己关到了出租屋里，整整哭了1个星期。曾经呢，我也跟她一样，为了抵触这件事情，好几个春节我都不回家，就是不想看到父母那种落寞的眼神。最近我回去了一次，父亲居然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别太自责了爸呢也不怪你，这辈子不结婚又能咋地如果以后我和你妈真的走了的话，你好好学会照顾自己就行，知道了吗？老师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天天一打电话就骂我不找对象不结婚的人，结果到现在他都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到底有多么的不堪，我把父母都逼到了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在想，难道我真的要接受有一天我老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的结局吗？最近北京有一对夫妻简直刷新人们的三观。父母为了把北京800万的房子过户给他儿子，为了省一笔费用呢，这个操作简直刷新我们的认知。第一步，父母离婚，房子给父亲，母亲净身出户。第二步呢，儿子跟儿媳妇离婚，儿媳妇呢嫁给父亲，那房产证上就有了儿媳妇的名字。第三步呢，那就是更离谱了父亲和儿媳妇呢又离婚，儿媳妇呢再和儿子呢复婚，父母再复婚。那这么一通操作下来房产证上就有了儿子的名字了。前后他们总共花了300块钱，而节省下来将近50万的各种税费。我是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李心洁，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到评论区留言。北京日益庞大的单身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单身久了是不是会很挑？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，说我们不是很挑，我们是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，最后却发现跟他过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听说时间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喜欢只是一阵风而爱呢是细水长流的。我是丽心姐，北京12年红娘生涯，帮助过无数的孤男寡女拿到了结果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来给姐点个红心，带你脱单哦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上交给老婆，是真心很纠结的。其实女人呢，也不一定非得要拿走工资卡，但是沟通很重要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跟老公说，亲爱的，你上交2/3的工资可以吗？这样咱们以后的生活会大大改善的。我有个会员2个人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买，他俩呢就靠着工资几年攒了个首付，在北京买了房子，又花了1年的时间攒钱把房子给装修了，结果把她老公身边那几个单身哥们儿给羡慕坏了，他们俩也很开心，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，他们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家庭生活也很幸福。这个男人就愿意把钱交给他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吗？而不是你拿着钱今天我去买个包，明天我去买个奢侈品，甚至呢有的女人拿着自己家里的钱一个劲儿去补贴自己的娘家。那作为你的老公，他能放心吗？女人，你想掌握主动权，要做的是让丈夫看到他交了钱之后你有什么改变。男人并不是天生就得上交他的工资的，而是看你会不会理财。如果是他很会理财的话，那把钱给他管也无妨嘛。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，她每个月只给自己留1000块钱的零花钱，因为她老公从来不乱花钱把家里的经济管理的特别好，
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生活质量也很有保障，那他还懒得操这份心呢。那不管是谁来管钱，只要能管理好，谁就是合适的人。大家说对吗？在找对象的路上哈，你是不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各路奇葩汇聚一堂哈，难辨优劣？那我给你们几个忠告哈。第一个忠告就是别和那些负能量的人走得太近了，这些人只会耗掉你的精力，甚至呢影响你的好运的。第二个呀，千万不要和杠精辩论，你跟他们讲道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，你根本就说不过他们，除非你也是一个超级杠精。所以呢，碰到杠精怎么办呢？简单直接就说你说的对，这样大家都省省力气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一点啊，别跟目光很短浅的人聊未来。如果一个人他自己都过得不怎么样，那他哪会有什么高见来指点你啊？所以哈，记住了，不要听那些混得还不如你自己的人给你的建议，他们要是真的有好点子，还不早把自己活明白了吗？所以别去跟单身的聊什么脱单啊，别去跟什么离婚的人谈怎么经营好婚姻，别跟那些大龄单身的聊什么择偶标准，他们只会把你往阴沟里带。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哈，点个红心带你脱单哦。今天啊，北京有一位资产过亿的70后离婚大哥啊，他有一个孩子跟对方的。今天他突然私信跟我说，他想找一个25岁以下的女孩，长相得漂亮，身材要好，个子高一点，能给他生孩子就行。这个大哥啊，有一个很奇特的要求，他不想领证啊，可以给女生足够的生活费。如果非要领证的话，他要求啊，这个女生必须跟他做婚前财产公证。大家觉得他能找到这样的姑娘吗？这里是在北京。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有点沉重，睡不着觉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呀，还挺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。第一个就是百度的无人驾驶萝卜快跑在武汉试点，现在它的订单啊量已经超过了网约车司机1天的订单量，而且呢，价格只要几块钱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价格战真的是已经打响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确确实实消费降级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。那在这种存量竞争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到底应该选什么呢？就拿我们婚恋行业来说，去年啊每个月做10万的营业额，利润呢还可以养家糊口。但是今年呢，我觉得我拼了命做到10万营业额，都还入不敷出。我觉得未来各种服务行业都会非常卷的。但是我还是坚信一个道理，只要用心对待自己的客户，把大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，给出最好的服务体验。其实婚恋最大的难点啊是成功率，只要是我能把自己的口碑做好，提高我的精准匹配度和恋爱辅导成功率，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我这里拿到结果的。你们相信吗？来支持我一下吧。科技是让人进步的，而不是把人卷到失业，大家说对吗？你们看现在无人汽车、无人快递、无人外卖、无人办公啊，以后会不会出现无人城市啊？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人类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不是把人类卷到失业，卷到没有收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科技它不进步也罢，是不是？到最后人类是不是还要沦为给这些机器人服务呢？啊，我们来天天清洗这些机器，我们天天来维修这些机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科技进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在北京做了12年婚恋了啊，我感觉现在高科技、人工智能就是应该取缔那些高危险、高强度啊，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工作岗位，而不是来蚕食普通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的。你们大家认同吗？想要钱就少要爱，想要爱就少要钱，因为有钱的人一般都不会太爱你，爱你的人呢也一般不会太有钱，或者说有钱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很多时间去爱你，而爱你的人呢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呢去挣钱，这是需要你取舍的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认为最毒的一句毒鸡汤是什么呢？今天呢我真的也算受教了哈，有一个25、26岁的小姑娘，她跟我说，她连续谈了2任男朋友呢，都是2、3个月就被人家分手了，关键的是她还是个大美女，那真的是哈，长得非常漂亮。我就有点纳闷了，怎么这么漂亮的姑娘还会被男生分手呢？我了解了一下实际情况才明白哈，原来这个姑娘啊，她一直在遵循毒鸡汤的原则谈恋爱。她说，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给我钱，又不能给我宠爱啊，还不想给我婚姻啊，也不想给我情绪价值，那还叫男朋友吗？你们看看哈，她说的这一句一句的，
又不能给我这，又不能给我那，他这从头到尾啊，就是在跟别人要，就是他容易让别人理解为你不能给我这个，你不能给我那个，我怎么能卖给你呢？她的2任男朋友其实都是富二代，家里非常有钱，花钱也挺大方的，基本上他开口，对方都能满足他的要求。可是哈，这个姑娘她就有点没底线，今天要个香奈儿，明天要个金手镯，这些都还好嘛，关键的是她还狮子大开口，让男生给她买劳斯，还说啊，到结婚的时候呢，至少要买一个5000万以上的房子。你们知道吗？就她这个要法哈，能不让男人觉得她是个要饭的吗？成天的要买，她不就是把人家当成个提款机在使用吗？这一点啊，是让男人最反感的，最不能接受、最下头的事情。本来呢想娶回家做媳妇儿的，结果啊直接变成了短择对象。谁还想娶个这样的回去养的呀？提供了钱不说啊，脾气还大啊，人家还得看你的脸色，养个祖宗在家里。你就说说哈，人家男生对你这样的姑娘到底会怎么想呢？我有钱，我又帅啊，我有的是一大把的漂亮姑娘等着嫁我，我干嘛非得找你呀？你伸手要的时候啊，他已经迅速觉得我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提款机吗？就是一个印钞机吗？他觉得自己像个物件儿，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啊！就是不爽，真的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把交易赤裸裸放在了台面上，对吗？所以女生不要一边喊着我们是独立的女性，一边呢又在经济上要依附男人啊！我还听说有的女生谈个恋爱哈，就连一瓶矿泉水她都不会买的。你们觉得这也是爱吗？如果你想拿着自己的什么东西去跟男人做一个交换的话，就不要玷污爱这个字儿了啊，提都不要提了，好吧？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呢？有些现实的事情真的很扎心。在北上广深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单身姑娘？她们自身真的很不错，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呀，很难维持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。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的，但是呢，又无能为力。因为在一线城市，综合条件还不错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。第一类呢，就是好大叔。好大叔啊，那是真有钱呀，他也愿意给你花钱，然后他也很喜欢你，对你很好。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啊，那就有点难了，因为好大叔啊，他的缺点就是花心，见多识广啊，你很难拿捏他的。因为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啊，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。那第2类呢，就是精致精英男，他们呢家境好，学历好，圈子也很好，房车都有啊，收入也很高。他们可能就比较小资，生活呢也很讲究品质，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。他们性格很温柔哈，情商也很高，很懂女人心啊，说你爱听的话啊，钱花闲了也很大方。那么你的恋爱体验呢是相当浪漫的，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跟你在一起啊，可以吃喝玩乐，他也可以花费，但是呢不太愿意啊单独为你去花钱，特别是那些大笔的钱，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啦，给你买个香奈儿啊等等哈，就不大可能。你会体会到他是非常算计的。你一旦离开了他，你会发现其实你啥也没得到，除非你深得他心，可能会是个例外。但是这样的男人啊，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，他的选项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，所以呢也是很难搞的。第3类呢就是事业男，这一类人哈，以事业为中心，他的事业心非常强，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成功，所以呢相对来讲他们就非常务实。如果他是个刚开始创业的人，那么他一定想找个合伙人，要么你的家境不错，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，要么你的人脉很好，可以给到他一些渠道上的帮助，要么呢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，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会被他短择的。那么那种事业已成的呢，很快他就转化成第一种啊。所以你们觉得这些女孩子到底怎么样才能破圈呢？咱不能天天聊那些男男女女的那点事儿了。今儿啊，我给大家上盘点心，盘点一下中国5大女企业家，看看呀你们认识几个，尤其是第3位哈，我非常喜欢。第5名是章泽天，南京人，28岁，京东老板娘，身价584亿。第4名杜鹃，北京人，50岁，国美控股集团的 CEO， 身价700亿。第3名呢，钟富丽，浙江杭州人，40岁，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，身价800亿。第2名是吴亚军，重庆人，58岁，龙湖集团执行董事，身价950亿。第1名杨艳慧，广东顺德人，41岁，碧桂园总裁，身价1650亿。以上这5位女企业家，你认识几个呢？
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哈，点赞关注走一波。北京的一个93年的男生哈，他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他脱不了单啊？是因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遗憾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，人在17、18岁的时候呢，谈一场恋爱它非常的简单，关键的是那个年纪啊，全世界都在阻拦你们谈恋爱，家长老师没有一个鼓励早恋的，而且呢你认识的人也非常的有局限，你身边就那几个同学和朋友，哪怕是这样，你依旧可以谈到自己心仪的恋爱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恋爱很简单，就是喜欢嘛，两个人看对眼了就可以在一起。后来啊，你们长大了，阅历呢越来越丰富，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反而就很难谈了，因为现在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前有太多莫名其妙的标准了。有些人呢还会有攀比心，他觉得我的闺蜜的男朋友开的是跑车，那我绝对不能找那种开国产车的，多丢人呢。而有些男生也会觉得哈，你看看我兄弟的女朋友肤白貌美大长腿，那我怎么能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在一起呢？哪怕她对我很好很体贴，带出去还是没面子呀。关键的是啊，他们筛选完了之后啊，还是不满意啊，不满意就会分手啊，分手了呢就会有遗憾，那遗憾过后呢就会出现标准，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嘛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，其实开始一段恋爱并不难，难的是呢，开始一段符合你所有的标准，而且未来还不允许有任何遗憾的恋爱。后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成年人啊，找下一任都是在弥补上一任的遗憾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呢？不要再问我北京的优质男孩都去哪儿了，今天我就给你们说一个详细的数据。在北京26岁到35岁的男性啊，只有50多万，而这50多万的人里边呢，身高超过1.8米的只有19万人，占38%。而这19万人里边呢，你如果学历要求达到本科以上的话，就只剩10万人了。那你再从这10万人里边找一个年收入30万以上的，那就只剩8万人了。那这8万人里边呢，你再挑出有独立住房的，那就只剩下1000人了。要知道哈，北京有16个区，平均到每个区啊，它还不到70人呢。要是都能满足你的这些条件，达到你满意的话，它真的已经不怎么流通了，早就被那些动作快的女生捷足先登了。能流动到相亲市场的还能有多少呢？所以要劝劝那些女生们哈，这种真是很难找了，所以你们还是要现实一点的，对吗？最近我刷到一个视频哈，有一个女主播，她在视频里振振有词，对广大女人说，你跟男人不谈钱，那你谈什么呀？谈爱吗？可笑！你别不好意思，一定要跟他谈钱，谈钱才能见人品。聪明的女人都懂，玩你的男人爱哭穷，爱你的男人呢肯花钱。钱它是不能衡量感情，但是呢恰恰可以过滤掉那些想白嫖你的渣男。这时候评论区就有一个男生就回怼他说，那你就算是过滤掉了这些人了，剩下的一部分就很优秀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又凭什么能心安理得的配得上这些优秀的人呢？自己能掏出点什么来呀？还有就是说了，这个白嫖到底是谁白嫖谁呀？你看有些人班他也不想上，工作他也没有，一天1分钱都不想挣，然后呢天天就想啥呢？哎呀，我找一个另一半我直接花他的钱不就得了吗？我直接跟他谈钱不就完事了吗？我直接就坐享其成就好了呀。如果这个人没钱的话呢，就说人家想白嫖他；如果这个人要是有钱呢，从来不会说自己想白嫖人家的钱。就这样的人完全就是双标，而且还偷换概念。你们觉得这个男生怼的对不对呢？你相信在北京那些收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30多岁的男生他们单身是找不到老婆吗？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没对象，而是他们还在挑选，他们就是想找那种又年轻又漂亮学历还好的小姑娘。与此同时，北京有很多同龄的30多岁的女生，他们觉得这样的男人是他们的菜。不过作为一个干了这么多年这行的人来说，我实话跟你们说，现在你去看看养老院，都比你现在谈恋爱要靠谱一些。还有一些小姐姐口口声声要找20多岁的帅弟弟，我拜托你那些看起来又帅又甜的弟弟，他能图你什么呀？静下心去想一想，你如果不是长得像刘亦菲一样，那你就只能掏钱养他了。小仙女们每天不要沉浸于这样的幻想，对于弟弟你还认真起来了，只会输得更惨。
再给你们一点真实的数据，在北京，单身男女比例是1:8，说白了，剩女太多了。姑娘们，我们真的要面对现实，不要再挑来选去的，适合就好，否则你再耗几年呀，你也许真的只能嫁个离婚的，当别人的后妈，你愿意吗？啊，加油吧！